OK， 大家午安哈。那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有关于太空产业乃至于网通产业相关的一些发展。那这个活动呢，事实上是台北市电脑工会，然后承接经济部产发署它的一个计划。那换句话说，就等于是一个社会教育的一环。但是教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学校教育。那后续的一些社会教育呢，当然是可以持续的下去精进。但是就教育部的观点来看的话，有关于太空产业，乃至于说6G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发展，当然责无旁贷的要做相关的一些人才培育跟一些教材开发的工作。所以事实上呢，就是从以前可以讲说是有行动通讯以来，教育部就持续的在发展相关的一些教学改进计划。那大概在2016年开始，那北科大的林定敏教授后来转到台科大这边来就一直立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团队。那到目前为止呢，都是进行相关的一些教学改进计划。那从以前focus 在比较算是射频相关的电路跟一些系统的发展，到后来呢，进入到5G 的时候呢，就特别强调这个天线系统乃至于毫米波的技术。那今年呢，应该是去年7月开始就是教育部就特别的call for proposal 的一个6G 相关的一个教学的一些改进计划。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强调6G 有3大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所谓的超高速宽频它的速度可以到达100 Gigabit per second 这样的速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超广的一个覆盖率。那超广的覆盖率，事实上就是要靠卫星，那其实也不只是卫星，它叫非地面网络。你可以用无人机，你可以用这个气球都可以。那第三个呢，当然就跟 AI 有关了，就是所谓的超智慧。所以事实上6G 呢，它的一个面向就是3大面向。那这个部分呢，林教授呢，就是承接了这个非地面网络这一块。那非地面网络虽然有无人机，也有气球，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低轨卫星。因为低轨卫星呢，基本上它是最可靠的不管是那个无人机或者是气球，事实上还是不够稳定的那低轨卫星事实上已经有这个非常成熟的商业运转的一个例子大家都晓得这 Starlink 这个部分嘛所以那个我们在相关的一些教材的发展就着重在4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呢，就是尖端的教材开发这是针对学校的学生乃至于说社会人士，在进入太空产业所需要的基础的一些训练，还有在以后实务工作上需要用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让学校的学生更有实际的一些感受，所以呢就是要有所谓的实作的教材实作的教具它叫做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这部分的一些相关的实作平台，那让同学们有真实的感受。那第三个呢，又希望说有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观念的介绍跟科技的发展的一些这些内容，所以有所谓的数位微课程那这是第3个部分。那第4个部分呢，又希望说鼓励同学们创新然后能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就举办了所谓的通讯竞赛。那是希望着重在各个不同面向，就刚才讲到的超高速，或者是非地面网络，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超智慧这几个面向进行，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一些通讯竞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鼓励同学们除了就是学校老师可以申请相关的一些教材，然后这个申请相关的一些教具的一些应用也是同学们可以加入这个团队，然后这个参加竞赛。那我们就尽量争取说跟业界争取补助，然后奖金呢可能首奖可以超过6万块以上我们希望是尽量争取业界的帮忙啦
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教育的改进呢，它的一些做法哈，与时俱进就会发现说，教育部他们这些规划的一些成员哈，都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子将这个相关的教育的一些内容呢，能够不断的推陈出新，那引起同学们的兴趣。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跟各位同学宣导，然后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同学加入这个新兴的一个产业。那就相当于刚才林信标教授所讲的，因为太空产业在台湾来讲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而且是过去大家认为高不可攀的一个科技领域。可是事实上呢，台湾还是有很多机会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事实上刚才林教授所讲的太空产业的4个面向有关于地面站的一些相关的零组件乃至于系统的建制它所占的产值大概占了整个太空产业的40%以上，这是台湾非常有机会进入的。那第二个领域的话，就是所谓的卫星的服务各位想象就是 Starlink 它提供卫星的通讯服务，那这部分的产值也很高哦，也高达40%以上。事实上最赚钱的是有一家公司，各位可能有听过叫做 DirecTV， 就是在美国本土提供卫星直播电视的这样的收视，那非常赚钱它的产值还是很高那另外2个部分呢是高科技，但是呢高进入门槛第一个就是卫星本体的设备的制造跟测试，就刚才林信标老师所讲的就是你所有的相关的一些电路跟设备都要经过太空规这样的一个检测，才有办法上卫星。那这部分的产值大概10%不到，5%到6%左右所以它要求虽然很严，但是事实上呢它的产值并不是那么高。台湾可以慢慢的有一些学习的一些时间跟成长的空间那最后一个呢是最困难的火箭发射技术。那这部分的话，当然跟国防有一点关联那这部分的一些产值呢，大概也是占到5%到6%而已，所以事实上也不高。但是台湾在这方面已经有开始起步了所以跟各位同学就是分享这部分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未来要走的路，不管是从地面的设备，乃至于网通的服务，乃至于说卫星本体的设计制造，那最后呢就是火箭发射技术，你可以随便挑一个那不管如何，这个都是未来的明星产业仅此勉励各位同学那大家一起努力。OK， 谢谢。